掉皮球，架脚踢，马兰花开21，28256。你为什么不去跳啊？他们嫌我太胖了，不愿意带我玩。别听他们的，你一点都不胖，我陪你玩吧。可是我们就只有2个人，怎么玩呀？有了。你是哪家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我叫盛晨云，平时很少出门。今天陪奶奶来看望林家奶奶，听他们好像在说什么娃娃亲。原来他就是要跟我订娃娃亲的盛家陈云少爷。那你叫什么？他如果知道我就是跟他订娃娃亲的林天怡，会不会就不想娶我了？陈云哥哥，你会喜欢我这样的小胖子吗？没有啊，你一点都不胖，是可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拉拉勾勾，你不许骗我哦。不会的，你是真的很可爱。陈云哥哥，其实我就是小心，陈云哥哥。欢迎小姐回国。小姐这次回国，就是林氏集团的新掌权人了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完成跟陈云哥哥的婚约。小姐，盛少爷快撑不住了。我才是盛少爷，这儿呢，这儿来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林千怡非盛晨云不嫁。以后谁要是敢动盛晨云一根汗毛，就是和我林家作对，我有的是手段弄死你是林小姐？林小姐怎么屈尊到我们这儿来了？闭嘴！陈云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多谢林小姐相处，但是我们的婚约还是取消。你醒了。林小姐，我们已经作废婚姻，应该保持距离。你看我这样，看我这个房子，我怎么可能是林氏小姐呢？我刚刚只是路见不平，见不得你被欺负，所以假借了林小姐的名义教训了他们一下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你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林小姐呢？她可是整个海城最有权势的林氏千金啊，所有的豪门贵族都挤破头去巴结她呢。我这个盛家大少爷是父亲前妻生的，从小受继母和弟弟虐待，深受豪门争斗之苦，实在不想再娶豪门贵女，只想过平凡的生活。而且我还是喜欢小时候雪原树下的小女孩，虽然不知道她在哪儿。那你娶我呀，我很平凡，我非常平凡，我不仅平凡，我还贫穷呢。陈云哥哥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小的时候你在雪原树下为了救我伤了腿。
陈云哥哥，你会喜欢我这样的小胖子吗？没有啊，你一点都不胖，是可爱。是你？那你不嫌弃我残疾吗？怎么会？你不也没嫌弃我普通吗？那既然这样，如果你是为了帮我逃过婚约才结婚，那我们就契约婚姻。放心，我不会占你便宜的。盛晨云，你还是娶了我吧？是非要搞什么契约婚姻？我倒是想让你早点占我便宜。小姐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演戏装凶嫁给盛少爷？陈云他不想跟豪门联姻，但是我又只喜欢他，所以我就只能假扮成一个普通女人嫁给他了。用心良苦啊，小姐。哦，吩咐下去，千万要藏住，不能露馅儿。小姐，现在少爷求见。让他进来。盛少爷，谁？这就是我家小姐。老婆，你是林小姐？你是林小姐？那个，我在这工作，我是林家的佣人。穿成这个样子工作，用爱马仕的方巾擦脖子。这个衣服是林小姐的，因为做模特为林小姐裁剪衣服也是我们家政的工作之一嘛。至于这个方巾嘛，这我们林家富可敌国，用爱马仕这个牌子的方巾擦桌子是给这个小大牌面子。加工资。那我先去换回来啊，换回来。对了，老公，你来林家是？我已经结婚了，自然要来告诉林家正式退婚。我们家小姐说了，同意退婚。多谢。跟我退婚就那么高兴呀？想不到吧？你的老婆早就是我的。那我们先回家吧，赶紧走，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露馅了。林老爷，宝贝女儿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你是林老爷的女儿？不是，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女儿呢？女儿，你的眼睛怎么瞅瞅了？林老爷叫你女儿，我是林家小姐。你疯了，老公！我怎么可能是林家的小姐？我是他们林家的家政保洁，我是你们林家的佣人。那林老爷刚刚为什么叫你女儿啊？是啊，那他刚刚怎么叫我女儿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老年痴呆。不信你问他，你问他是谁？你问。你别闹了，你是我爸爸，爸爸，哥哥，老婆，这活我没法干。老婆，抱抱。你看，这个月给咱爸家生活费2000万。老公，你看我这小车帅不？我还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呢。
原来普通人的生活这么容易快乐。我也是第一次开这样的车，还不是为了你。好在我的车技现在已经炉火纯青了。怎么开的车呀？没睁眼睛啊！哎，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妈，他就是那晚打我那个林家千金。林家千金？林家千金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认出来了！他们可不会像父亲那样帮我掩护啊！谁？林家千金？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林小姐怎么可能穿一身保洁服开这么个破玩意儿啊？这可是我斥5万巨资买的好车啊！怎么了？不可爱吗？盛晨云，我是听说啊，你和林家大小姐退婚，跟一个打扫厕所的穷酸娃儿也结婚了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她是我的新婚太太，请你们尊重她。尊重？哎，你要是真娶了林小姐的话，我们确实可以尊重。可你这娶了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尊重谁呀？你不是腿残吗？什么时候进化成脑残的？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林家千金你不要，去娶个又脏又臭的保洁。他每天回家的时候那一身厕所味儿，你不恶心啊？盛安婷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不要侮辱我太太。像他这种出身低贱的穷人，生来就是被侮辱的。怎么了？反正你也要跟这个人结婚了，那和林家千金联姻的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林家小姐看得上你？哎，你还别说，那可太看得上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到时候我们会办一场轰动全城的世纪婚礼。到时候呢，也欢迎你来扫厕所。儿子，你看，下贱胚子就是下贱胚子，给他个活饿成这样。哎呦，这么开心啊！行啊，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帮我车撞了的事呗。你要么现在赔我500万啊，不然我就弄死你这个废物老公！你放开我老公！盛安婷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你放了他！不想掏钱也可以，我呢最喜欢抢这个残废的东西玩了，女人也不例外啊。你要是能当着你老公的面好好伺候我，我说不定可以给你免了这500万。我呸！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那就把这个残废给我打死！别打了！我赔！我赔！你赔？你拿什么赔呀？把你卖了都赔不起！给你。你这卡里能有多少钱？能买下整个海城。你他妈演戏演疯了吧？你真以为自己是林家首富的千金啊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现在就拿 POS 机过来试一试呗。但是呢，先说好了，我刷给你500万，你就放了我了。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里有500万。那要是有呢？真有500万，我把你扫厕所扫出来的粑粑吃了，行不行？刷卡失败。刷卡失败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来告诉你啊，因为你只是个扫厕所的，你又不是变戏法的，你变不出来500万。
盛晨宇，哎，你要不带你老婆去医院看看脑子呢？是不是哪天扫厕所的时候头撞马桶上给撞坏了呀？是因为这张至尊黑卡是我独有的，所以普通的 POS 机验不出来。你为什么有至尊黑卡？那不是首富林家掌权人独有的？假的，骗他们，刷不出来吗？你看。人事现金到，给我住手！就给我退回去！这个扫厕所的啥来头啊？怎么林小姐的紧特度亲自来救的？你总算来了！你要是再晚一步，我就死这儿了。我收到你的消息，火速就赶过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为了营造命悬一线的紧张效果，硬是等到最后关头才出场。这个月工资是不是不想要了？别锦特助，您来了。那个林小姐也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啊？对嘛？那林小姐那是千金之躯，那要是锦特助能够借您之口，就是对吧？那我们盛家万分荣幸。是啊，锦特助。你不是说林小姐对你相当满意吗？怎么连人都没见过呀？又有你事儿了是吧？林氏的地盘不是随便谁都能撒野的，你想欺负我们林家的下人，也要看林小姐同不同意啊，懂了吗？滚！是。景特助这是何等身份的人？他为何会来救我们？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因为我在林小姐家做家政嘛，林小姐对她家人都特别好，不允许他们在外面受欺负的。这么听来，林小姐人还不错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后悔退婚了？那你现在去跟林小姐联谊还来得及的。当然没有，我绝不可能再让自己卷入这豪门争斗之中。况且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就算是契约婚姻，我也绝不会三心二意的。放心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会继续隐瞒身份，守护你的。小姐，盛安婷想要见你商量联姻的事，这已经在集团楼下死皮赖脸等了半个月了。盛安婷这种癞蛤蟆，还想觊觎我们林家，真是恶心！我去卸了他的腿。回来，想处置他，我有更解气的办法。你去放出风声，就说想要娶我林千怡，必须在明天的拍卖会上拍下伊丽莎白的皇冠做聘礼。是。伊丽莎白皇冠是母亲唯一的遗物，我绝不能看着母亲的东西流落到他人手里。可我手里又没有钱。拍卖会的实际掌权人是林小姐，我要不要求她？林小姐到。既然退婚，还是不要跟林小姐有什么牵扯。只要你拍到伊丽莎白皇冠，那林家小姐就是你的了，那整个林家所有的产业就都是我们的了。以咱们盛家的实力，谁那么不长眼敢出来捣乱？可是这个伊丽莎白皇冠是盛晨云他亲妈留下，哎，你说那个残废不会来捣乱吧？他是个蛋，他兜比领还赶紧，他过来那不自取其辱呢吗？也是。不是盛晨云，你是不是对自取其辱这件事情有独钟啊？盛晨云，你该不会是来竞拍的吧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应该是陪你那个穷酸的保洁老婆来扫厕所的吧？这么顶级的拍卖会，也是你这种下贱的底层人能随便进来的？来人，把这个残废给我扔出去！哎，妈，别急呀，你就让他在这儿看着，我是怎么拿下皇冠娶了林小姐的。哎，废物，哎，
这本来是属于你的高贵人生，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到时候我拿了皇冠娶了林小姐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妈给你留的破烂皇冠砸个粉碎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有请今天的重磅拍礼——伊丽莎白皇冠，起拍价500万。母亲留下的产业被继母他们抢得所剩无几，我手里仅剩的股份加起来也只有1000万，怎么办？1000万，1100万，先举吧，钱不够再想办法。100万，丢不丢人呐？你说你都有一个扫厕所的穷酸老婆了，你跟我们这些豪门来玩什么？2000万。我说你这个残疾人，没钱就别捣乱了。2500万，4000万，5000万。没钱就赶紧滚，别让我说第3遍。我根本没办法多凑4000万出来，可是母亲的遗物就这样落到他手里吗？7000万，9000万，1个亿，3个亿，事情可能3个亿1次，3个亿2次。还有谁要接着跟我争吗？哎，才3个亿而已，你妈给你留的东西要到我手里了啊？3个亿3次。10个亿，10个亿。10个亿。多少？10个亿？盛晨宇，你老婆是不是疯了？是怎么喝马桶水把脑子喝堵了？盛晨宇，你一个扫厕所的，你全家从猴开始干到现在都干不到10个亿。哎，这样，也不多，拿去看看脑子。啊，看他那个穷酸的样子。你看，一个趴在地上捡钱的穷酸宝洁，哪来的10个亿啊？真把自己当首富林氏千金啊！这点钱呢，还是给你住院用吧。怎么敢打我？我好像也不是第一次打你了吧？你这个赖皮狗，能不能少说话？有本事你就竞价呀！我出10个亿，你出得起吗？11个亿，才1个亿，你直接说你没钱得了。15亿，哎，15个亿实在是太多了，不值得。15个亿跟林家比算个屁啊！把林家拿下的价值何止1000亿啊！那你叫吧。20个亿，成交，我不要了，让给你。成交，我不要了，让给你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没钱直说，还让给我？随便你怎么想，恭喜你啦！恭喜恩廷少爷以20亿的价格拍的伊丽莎白皇冠2代。盛晨云，你妈给你留的这个什么鬼皇冠，值20个亿，不过能拿来娶到林小姐，倒也是我赚大了哈。没事，你别难过，我肯定会帮你把你妈妈的遗物拿回来的。谢谢你，老婆，你能来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咱们走吧。别呀，这后面还有拍品呢，来都来了，不能空手走啊。哎，什么意思呢？就非要等拍卖会结束再把这打扫个卫生？穷酸的贱骨头！要不这样，你跪下来给我磕100个响头，我把你妈的皇冠还给你。你什么你也不愿意啊？哦，不是不愿意，那腿坏了怎么跪啊？别逼我揍你啊！现在请大家欣赏下一届拍品。这皇冠怎么跟我的一样啊？怎么会有2个一模一样的伊丽莎白皇冠啊？不是说这世上只有一个伊丽莎白皇冠吗？怎么可能？难不成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？我手里的真款皇冠拍价90万，这个起拍价才90万，我这个起拍价500万，成交价20亿，我这个肯定才是真的。安廷少爷说的对，100万，有人竞价吗？谁会竞价？只有那个疯女人才会花100万买个假货。100万1次，100万2次，1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小姐拍得伊丽莎白皇冠。
你看，我说过肯定会还给你的。可是这皇冠，你仔细再看看。哎，主持人，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伊丽莎白皇冠吗？确实只有一件，就是陈云少爷手里的这件。什么？确实，这皇冠后面刻有我母亲的名字，这个才是真的。那我手里这个是什么？安妮少爷手里的这件伊丽莎白皇冠2代，就是伊丽莎白的水晶仿品。刚才成交的时候，你光出去炫耀去了，没有仔细听。混账，耍老子玩是吧？拍品介绍的时候已经很详细了，是你自己又蠢又瞎，花了20亿买了一堆没用的水晶。这要是传出去啊，应该整个上流圈子都会把你当笑柄吧？来人，这砸了！安迪少爷，这拍卖会是林家产业，你如果敢动这里的一丝一毫，林小姐绝不会放过你。好，我可以不动拍卖会，但是这个废物，他总跟林家没关系吧？你们两个把他手里的皇冠给老子抢过来！我看谁敢动！你早就知道我手里这个是假的，你根本就不想要这个。你那是哄抬物价，就想看我大出血出丑是吧？哎，你怎么学聪明了？来，把他手里皇冠抢过来，谁敢来弄死他！拍卖会背后的掌权人是林小姐，安婷少爷，请问什么时候开始你都能做林小姐的主了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！你看，皇冠我弄到了，反正我马上跟林小姐结婚了，到时候一结婚还不是我来掌控礼金？两条腿的癞蛤蟆等吃天鹅肉。闭嘴！伊丽莎白皇冠的传说就是一个误会，我们堂堂林氏千金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首饰就嫁给他人？但是我们林小姐并不在意，因为她说，如果连这种谣言都信的话，那得多蠢啊！对了，金德珠，那个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林小姐什么时候才出现啊？那就算皇冠的事儿，咱先不提，咱们林盛两家也是有婚约的嘛。林小姐说了，婚约的事情一定作数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哦，对了，安婷少爷，如果你真的这么在意婚约的事情，就赶紧把那21拍金交了走人，不然到时候落一个言而无信的口实。喂，20亿，马上转。幸好有你，不然今天母亲的皇冠就要拉到山安婷手里了。可是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做家政赚的呀。做家政能赚那么多钱，能赚100多万？因为林小姐大方嘛，所以给的多。说的也是，林家势大，自然出手阔绰。那我更不能要你的钱了，这都是你的辛苦钱，我会尽快把我在盛世的股份卖掉，把钱还给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我的钱不给你花，难道我出去给别的男人花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，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呢，这个皇冠我先替你保管，但是还钱的事情不许再说了，不然我会伤心的，根本没把我当老婆。老婆，我以陈云的性格，他肯定会想办法还我钱的，又不能让他把公司的股份卖掉，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光明正大的给他送点钱。送钱？你怎么送你？明天家里不是有一个商业宴会吗？你给他送一份邀请函。你让姑爷来参加林家的宴会，那你这不一出场身份就暴露？我有办法，把商业宴会改成……行，还是小姐聪明。真是不想来林家的宴会，只是继母和山安婷一定会来。老婆又在林家做事，万一被他们欺负……哟，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，一个什么产业都没有的残废，也配来参加林氏的商业宴会了？盛晨云，你说你都退婚了，还来林家宴会干什么呢？和你家那个穷酸老婆苦日子过腻了，又想过来跪舔林小姐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痴心妄想了，你都已经有老婆了，林小姐怎么可能要你一个二手货呢？难不成在继母眼里，我父亲也是二手货？告诉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可要提醒你啊，林家的宴会不是想进就能进的，有这个吗？啊？他怎么可能有啊？他一个残废，你配？他当然有。哦哟，你该不会要说，哎，我本来有，结果不小心呢搞掉了。你好，我的邀请函找不到了，但是我确实在邀请名单上，您帮忙查一下吗？抱歉，盛少爷，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让你进去的。听到了吗？没有邀请函就不要恬不知耻的在这儿当舔狗了啊！滚！老婆，老公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，邀请函都弄掉了？真有邀请函？沈晨云，自己从小做的吧？你说你作假假的也太假了，样式、颜色、款式全都不一样。真把我们当瞎子？谁说我老公的邀请函是假的？他这个代表的是林家最尊贵的客人，你手里那个呢是最低等的邀请函，也就是林家最低等的客人。哎呀，真可怜！我要是你们呀，我都不好意思来呢。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就没听说过邀请函还分高低贵贱的。我去，那可能是你们一直都没有资格拿到最高等的邀请函吧。行啊，一个扫厕所的，在林家宴会门口这么骂本少爷，本少爷是他妈林家未来的姑爷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残废和这个扫厕所的打包丢出去。请盛少爷进入宴会。欢迎盛少爷光临，函授蓬荜生辉。看到了吧？拍拍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邀请函呢？有啊。两位的邀请函是最低等的，要等尊贵客人进入后，我们才能进入宴会厅。让开。盛晨云，最尊贵的客人。他一个残废，他凭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他和那个扫厕所的买通了林家的佣人和保镖。一定是。我交代你的事儿都办好了吧？放心，一定让他有来无回。很好，等我当上林家姑爷，懂的啊。欢迎各位贵宾赏光来到我林家。虽然我偶尔呢还活跃在海城的商界，但是林氏的大权已经交给了我的女儿。林老爷的样子不像是老年痴呆了。林老爷什么时候老年痴呆了？我看痴呆的是你吧，盛晨云。如果林老爷没有老年痴呆，叫老婆女儿就是真的。难道老婆就是林小姐？现在有请我的女儿林氏集团的掌权人林千怡出场。终于可以验证老婆是不是林小姐了，这次再也不会有什么悬念了。各位，为了让这次的宴会与众不同，我特地改成了化妆舞会，已经为在场的贵宾都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礼服供大家挑选。为了增加一些趣味性，我们还特地增设了一些抽奖环节，奖品分别是豪宅一座、限量款豪车一辆、现金10亿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牌，大屏幕随机抽取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抽取第1位幸运者。抽的我，抽的我！就算不是我们，也不可能是沈晨云那个废。一定的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命啊？不是。第1位幸运者已经产生了，05号是哪一位贵宾？是我。别
凭什么知道啊？恭喜盛家大少爷获得盛世相府豪宅一套。盛世相府的豪宅最便宜要30亿啊！这盛家大少爷运气可真好。盛家大少爷，这个不是盛家大少爷吗？那这个是……整个海城谁不知道我盛安庭才是盛家大少爷？他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在邻家的宴会上冒充我？各位，这位05号盛晨云先生确实是盛氏集团的大少爷，他不过是从小行事低调，所以不为外界所知罢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盛家只有盛安庭一个少爷。你们所知的这位盛安庭只不过是盛氏的2少爷，他的母亲呢，以前是侍奉陈云少爷的佣人，只不过后来成了盛老爷的小三儿，不对，是继室。原来现在的盛夫人是小3上位啊！这2位少爷的年龄差不多，那盛安庭这位少爷说不定以前就是个私生子。给我闭嘴！盛晨云才是盛家的私生子。林小姐，您说您这，哎呀，您干嘛在这么多人面前诋毁我呢？我就是要在所有豪门世家面前证明陈云尊贵的身份，像你们曾经羞辱他一样，我也要好好羞辱你们。诋毁？我林家和盛家是世交，我和陈云少爷自幼相识，盛家的情况我自然是清楚的很。先抽奖呗。对，快点继续抽奖吧。那就继续抽奖吧。下一轮奖品是全球限量款的豪车1辆。该不会是林小姐那辆限量款野兽之光吧？那可是有钱都买不到啊！正是。这次总不能又是他了吧？肯定不会啊！又是我！恭喜盛家大少爷获得全球限量款的豪车1辆。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呀？巧合，绝对是巧合。不相信每次都是他，下一个一定是。第3轮现金10亿。恭喜盛家大少爷获得10亿现金。终于可以毫无表演痕迹的把钱送给陈云了，他以后再也不要因为钱被那些烂人瞧不起了。这也太刻意了，像是专门给我送钱一样。根本没人看出来我是故意抽中陈云的。这也太明显了。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林小姐愿意把钱撒给谁就撒给谁，我们配合她演戏就好了。谁会那么愚蠢站出来质疑她？等会儿，林小姐，我怀疑这个抽奖仪式它不公平。怎么可能有人连续3次都抽到同一个号码？肯定是有人在后面搞小动作。盛安庭，你是要质疑我当众作弊吗？不是，林小姐，我肯定不是说您啊，这不是怕有人为了钱背着您搞什么小动作。你在怀疑我？哎，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我没有。你说没有啊？好啊，刚好今天全球排名第10的黑客邵公子也在这儿，只需要让他出手，不就一下就知道这个系统有没有人作弊了吗？看吧，各位，我就说有人作弊了。李小姐，您也是啊，您要是可怜这个残废，那您就直接把钱给了捐了嘛。搞这么一个什么抽奖仪式，不是把大家当傻子耍吗？是啊，林小姐，哎，您这样做太过分了。你说在场的都是些名门望族，您这样不太好吧？这个林小姐一定就是老婆，不然她干嘛一直给我送钱？恕我冒昧，林小姐能把面具摘下来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不然为什么不敢摘下面具以诚相待？完了！系统被检测出作弊，我这实在是演不下去。陈云肯定猜到什么了，实在不行，死就死吧。系统正常。刚刚呢，检测没有结束，所以结果不准确。现在准确结果出来了，这个抽奖系统没有任何问题。盛大少爷果然是运气好的惊人。臭小子，
吓死我了！谁能想到我这个向来独来独往的黑客大佬，他竟然是千怡小姐的人呢？那这个申晨云的运气，那好的也是该死啊！看来是我多心了，老婆怎么可能是林小姐？连中3个大奖，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婆，她以后再也不用辛苦工作了。老婆这会儿应该在宴会上服务才对，怎么这么久看不见她人？给老婆打个电话问问。老婆的手机为什么掉在地上，人却不见了？是不是被申安婷和继母给……找什么呢？你那个扫厕所的穷酸老婆不见了？是不是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她在哪？你把她还回来！申安婷，你有病吧？撒开！赶紧撒开！我不见了，他竟然这么紧张。真是你，申瑞，你没事找事儿是吧？好啊，冲你来，陪你玩嘛。盛安婷，谁给你的胆子，在我们林家宴会上动手？不是林小姐，你为什么还要护着这个残废啊？他宁愿跟您退婚，去娶一个扫厕所的穷酸女人。他在侮辱您，他在侮辱林家。还有你也在侮辱，你怎么有老婆了还过来恬不知耻的跪舔林小姐啊？你他妈是我见过最无耻的男人。是吗？我就见过，你就算一个，我也没见过你还无耻的男人。不，我应该是您见过最爱你的男人。你要的皇冠我给你弄来了，嫁给我吧。一个水晶做的假货，也想攀附我们林家？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扔出去！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扔出去！哎，不是林小姐，你听我说啊，那个你们林家和我们之间是有婚约的，您嫁给我，您肯定幸福，真的。他要是再多说一句话，就把他的嘴给我缝上，带走。带回去，带回去，走了。爱疼可疼啊！多谢林小姐帮忙，不过您知道我太太在哪吗？我一直找不到她。宴会上的蛋糕不够，我叫他去买了。你放心吧，林家的人不会受欺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个，你是不是很喜欢你刚娶的太太？啊，我跟她一开始只是契约婚姻，不过跟她慢慢相处中，体会到了平凡的快乐，现在慢慢特别喜欢她。所以你不是不喜欢我，你只是不喜欢我这个身份。那如果我愿意放弃这个身份，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我特别喜欢我太太，我不可能娶其他人。如果你太太骗了你，我不喜欢被欺骗，任何人欺骗都不可以。不过我太太是个简单又坦诚的人，她不会骗我的。可千万不能露馅儿啊！3、2、1。千怡，你怎么样了？已经包扎好了。医生，倩怡的伤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林小姐的伤至少要住院休养1个月。不行！小心点，别乱动。医生，我今天必须要出院。你这给我包扎的结不结实啊？要穿上衣服看不出来的那种。胡闹！我怎么可能在医院住1个月啊？盛晨云，我怎么跟他解释？这会穿帮的。林小姐，你的伤口创伤面积太大了，一定要住院好好休息疗养，否则引发伤口感染就麻烦了。你就听医生的话，陈云那里大不了就说实话。不行，他要知道我骗他，肯定不会原谅我的。可是你的伤，他小时候还救过我，腿受伤了呢，我这点算什么？现在出院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想我了？你怎么了？我
今天宴会累得有点腰酸背疼的。那我给你按摩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怕痒，我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我老公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啊？对我格外紧张呢？哦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看他这个严肃的样子，难道是怀疑我的身份了？我有点累了，我先去睡觉了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做真正的夫妻？什么？我是说，跟你结婚这段时间，我很幸福，和你一起生活，虽然平淡，但很快乐。所以我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做真正的夫妻？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是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了。你不早说，现在我这样也不能干羞羞的事啊。不过我现在不能那个。你是在担心我的腿吗？我只是小腿受伤，你放心，在那方面我不会亏待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生理期了。生理期，那我们现在一个床睡觉总是可以的吧？我也想啊，我做梦都想抱着我的帅老公睡觉呀。这个伤来的也太丧尽天良了，这有点太突然了，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做心理准备。我先去洗澡了，快跑快跑，我感觉要把持不住了。他果然没有那么喜欢我。不行，我要继续努力，殷勤一点才行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先出去。吓死我了！我慌什么？他是我老公哎，我又不是拿不出手。慌什么？她不是我老婆吗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我看看。没什么，我们还是分开睡吧。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我看看。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我看看。就是我生理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抱着你睡觉，我没想那样。没关系，你先回你的房间吧，我自己可以处理的。好。气死我了！都怪这个伤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跟我最亲爱的老公滚床单了。景特助，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吊灯到底怎么回事，一定要弄死那个幕后黑手。老婆生理期不舒服，我就多承担一些家务好了，帮她把衣服洗一洗吧。老婆不是生理期吗？为什么上衣会有那么多血？背部受伤。原来那天救我被电灯砸伤的是老婆，老婆就是林小姐。小姐，你也不住院，你这伤，在家也没办法自己涂药，真是为了盛少爷付出太多。对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因为这个伤都错过好几次跟他滚床单的机会了，我真是牺牲太多。你让我进去，我要见你们林子。陈玉来了，陈玉来了，陈玉来了！药没涂好呢，他管什么药？
林小姐，对不起，景特助，盛少爷执意要往里闯，我实在是拦不住。没事，下去吧。盛少爷，你都看见了，我们家林小姐不在，你请回来。你要在这等她，等不到她，我绝对不走。盛少爷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你就别怪我赶你了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等她。这个景特助平时下手就没轻没重的，不会伤到陈云吧？你有什么事儿，等我们林小姐有时间的时候再说好吗？你怎么下手没轻没重的？不是，这是他老公，老公你没事吧？老公，老公你没事吧？林小姐在宴会上为了救我被吊灯砸伤后背，你的后背也有伤，就那么巧。你就是林小姐，你就是林氏千金总裁，整个海市最有权势的女人，却要扮成一个保洁跟我结婚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我是怕你接受不了我林氏千金的身份。你说你不想卷入豪门斗争，可是我只喜欢你，我从小到大都只喜欢你，我不会嫁给其他任何人，所以我才想了这个办法。老公，你能不能别生气？他竟然哭了，一定是我骗了他这么久，伤了他的心。林千一，我们离婚吧。老公，小姐，你给姑爷点时间吧，你现在追上去，恐怕会更糟糕。千一，我没有怪你，我是心疼你的伤，心疼你一个千金小姐，为了我竟然扮成保洁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，也根本不需要去做的事情。是我错了，我以为远离豪门就能远离那些纷争，但即使我离开豪门，那些恶人也从来没有放过我，都是你在默默守护我。我要去直面那些恶人，夺回属于母亲和我的一切，这样才能真正守护你。中尉，我们盛世集团这次经济危机，主要是有人擅自挪用了公司20亿资金，这个人我已经查出来了，这就是那个不争气的逆子盛成云。拯救盛世集团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诉讼安婷与林氏千金的原因，只有林氏集团才有个实力帮到我们盛世。安婷一表人才，青年才俊。听说林小姐早就心仪安婷很多年了，联谊的事情一定会搞成。林小姐从来没有心仪过盛安婷，一直都是她散布谣言，污蔑林小姐的清白。你这个逆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是想告诉各位，那20亿不是我挪用的，而是盛安婷为了取悦林小姐，在拍卖会上花20亿买了一个假皇冠。可她没有那么多钱，只能挪用公司的资金，从而使盛世进入财产危机。你少他妈在这胡说八道！贼喊捉贼是吧？那钱我看就是你自己拿的。你敢不敢报警，让执法局的人来查一下，那20亿究竟进了谁的账户？还有各位，不要再继续痴心妄想林小姐会嫁给盛安婷，因为我已经和林小姐结婚。盛安婷，你就不要痴心妄想，白日做梦。痴心妄想的是你吧，盛晨云？失忆了，真忘自己老婆是谁了是吧？你老婆就他妈是个扫厕所的！我太太是谁，不需要你来说三道四。我奉劝各位股东不要相信盛安婷的话，因为林小姐不可能嫁给盛安婷，更不会出手相助。盛世很快就要破产，我劝各位股东早点把股份卖给我，赶在破产之前拿钱走人，才是聪明的选择。各位股东，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林小姐喜欢我很久了，她一直哭着喊着说要嫁给我，
而且说到时候家要给咱们盛世注资，等咱们到时候盛世的股价成百上千倍的往上增的时候，你们现在卖了，到时候肠子要悔青的。是啊，盛晨云这个时候危言耸听，为的就是低价收购你们各位的股票，等到林氏注资之后，他大赚一笔。哎呀，这个好生意都让他给做了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盛晨云从小就这样，满嘴谎话，没一句实话，诡计多端的很。沈晨云从小就是残废，又不受宠爱，盛家就根本没有他一席之地。还是盛安亭比较可靠一些。我们是不会把股份卖给你的。你先是挪用20亿资金，让我们盛世集团出现经济危机，现在要来收购股票，想夺权，你以为在座的股东干不出来吗？我是来取回产业的，而且那产业本就不是你的，是你从我母亲身上骗来的。还有，那20亿是盛安亭取走，我现在来这是为了挽救盛世。你以为你这样说我们就信你吗？安亭是盛世未来的掌权人，他就是再蠢也不可能动用20亿把盛世搞垮。我看骗人的是你吧？明明娶的是一个扫厕所的，还偏偏说成是邻家千金，真是痴心妄想。谁说他痴心妄想？他娶的人就是我。谁说他痴心妄想？他娶的人就是我。老公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哎，盛晨云真的娶了林小姐？又演上了是吧？衣服租的吧？你一个臭保洁，穿的再华丽有什么用呢？还不是遮不住那一身的狗屎味儿。原来是假冒的。林小姐是海城最有权势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废人？想想就是个假的。我劝你赶紧带着你这个残废老公滚出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你们现在打开林氏集团的网站，上面刚刚更新了林氏集团掌权人林小姐的照片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到底是不是本小姐。真的是她？假的，就他，不就是他俩人请一黑客啊，把这网站黑了，传俩自己照片上去。我10几岁就用过了。来人呐，把这个残废和这个扫厕所的骗子给我抡出去！住手！你们什么身份啊？敢碰我们林小姐？不想活了？景特助，您怎么来了？正好我有个扫厕所的骗子，冒充你们林家小姐，我正让人处置他了。处置？他可是林氏千金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处置了？你说什么？她是林小姐？怎么可能啊？她不就是一个扫厕所的吗？怎么可能是林小姐啊？您可千万别被这个贱女人给骗了！闭嘴！再敢对我们林小姐不敬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各位，我们林氏的网站没有任何问题。之前之所以没有我们家小姐的照片，是因为她低调。现在呢，不仅有我们家小姐的照片，还有盛晨云少爷的照片，并且我们家小姐已经给他分了股份，他现在是我们的第2掌权人。什么？他一个残废怎么可能？他凭什么？盛安婷，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同意把盛世的股份卖给盛云。我也同意。一群白眼狼，枉我平时对你们这么好。你对我们怎么样？你还好意思说刚愎自用、独断专行？都是你纵容你那个废物儿子把盛世搞垮，要不是陈云少爷及时回来力挽狂澜，我们就毁在你们这对父子手里了。盛晨云，就算你把这些吃里扒外的股东的股份买下来又怎么样？我们一家人的股份加在一起有多少？到时候我爸我妈把股份一给我，老子就是全盛世最大的股东。你想夺权，狗屎！是吗？是吗？那如果我说我母亲的股份也给我了呢？你们现在再好好看看，
谁的股份是最多的？我仔细算过了，我们的股份加上盛泰的股份，陈云少爷的股份啊已经过半了，他才是盛世的大股东，未来的掌权人。你个老东西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是盛太太。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？你就是个小三上位的贱人，你也配叫盛太太？你那说谁小三上位呢？说你妈小三上位，你就是见不得人的私生子，竟然还恬不知耻的说自己是盛家的大少爷，丢人现眼。现在盛世已经是陈云少爷的一根上个，赶紧滚吧！陈云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都是爸爸不好。不过你现在娶了林小姐，又有了盛世这么大的权势，你也应该可怜可怜你爸爸。看在这个父子情深的份上，在盛世给我留一席之地吧。啊！父亲拿我当过儿子吗？我知道你记恨我，但是你母亲是被这对贱母子害死的，我也是受蒙骗的啊！死的，你说什么呢？当初是你勾搭的我，还骗我生下了安婷，不然你以为我会看得上你呀？还有盛晨云，你妈是被他害死的！你这个疯女人和那个贱货儿子一起到神经病院去看看老子，一事无成，净添麻烦。哪像我们陈云，一表人才，人中龙凤啊！你他妈的，你什么你啊？你这个贱婊子，还不知道在外面和哪个野男的生那个野种，非要赖到我头上来了！我只要一个陈云这么一个好儿子！你个老不死的，我跟你拼了！我弄死你！儿子，你只要答应我继续当董事长，我就给你作证，你母亲是被这个贱女人和这个蠢货儿子下毒害死的，我可以帮你把他们送进大牢的啊！不必了，我有证据。这支当年被你损坏的录音笔，我已经特地找人修复过了。这里面的证据，足以让盛安婷母子关进大牢。来人，把盛安婷还有这个毒妇送进执法局。盛晨宇，我他妈不会放过你的！我他妈不会放过你的！盛晨宇，是他害死你妈妈的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你不得好死！滚滚滚！父亲，如果你不想下半辈子在大牢里度过，就把母亲的产业还给我，永远滚出盛世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可是你亲父亲！你也配当我父亲？各位，如果你们还想让我林氏注资，让你们手里的股票能卖上一个好价格，那就今天之内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都必须要让我拿到盛董事长的股权转让书。明白，明白。老婆，谢谢你。你不跟我离婚了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，我爱的人都是你。真的吗？你不怪我骗你了？我从来没有怪过你骗我，我已经想开了。不管是豪门还是平凡的生活，不管你是豪门林小姐，还是平凡的保洁员，我爱的人都是你。我还欠你一个婚礼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吗？我愿意。